头，邻家叔叔的老同学，前阵子闹了一桩邪事儿。叔叔讲给我们听后，大家都觉得不寒而栗，毛骨悚然。叔叔的同学外号老平，年过花甲，刚退休，按理说正可以在家颐养天年，充分享受夕阳红的幸福生活了。谁知在一个平淡如常的早晨，老平起床后突然直奔了厨房而去。老平媳妇见状颇感诧异，心说老平每天睁眼而必是先奔厕所呀，怎么今天好端端的去了厨房？难不成是良心发现，想着给我们娘儿俩做顿早饭了？老平媳妇正自躺在被窝里暗自揣测呢，忽见老平两眼直瞪，抡着一把菜刀冲就到了跟前，嘴里还嚷着：我不怕你们，我砍死你们，来啊来啊！老平媳妇吓得肝胆俱裂，头发都竖起来了，一咕噜翻身下床，边爬边差了声地喊儿子。老平儿子睡眼惺忪地开门一看，也给吓蒙圈了，直到老爸挥舞着菜单窜到跟前了，才想起来揪扯躲避，拉拽间老平儿子惊讶地发现父亲力大过人，完全不像一位60多岁的老年人，以至于他几次险些被父亲的菜刀削中。可老平儿子到底是正值壮年的大小伙子，费了一番力气后终于牢牢抱住了老平。他媳妇几步赶上前来，一个大耳光狠狠甩在老平脸上，只听老平怪叫一声，随即昏厥过去。后边的故事是老平醒来以后自己讲的。他说那天早上他如常起床，披衣下地后正准备去厕所方便呢，眼前一花，忽见满屋满地密密麻麻地竟全都挤满了黑猫。这些黑猫龇牙咧嘴，目眦尽裂，圆睁着一双黄琥珀般的大眼珠子瞪视着老平，扬尾利爪，仿佛下一秒钟就要朝他猛扑过来。老平吓得魂飞魄散，可当他看到那双黄琥珀般的大眼珠子，却一瞬间全都明白了，那还是老平刚工作不久时的事。那天他跟几个年轻小伙子值夜班，正在百无聊赖又困又乏的时候，老平意外捕获了一只肥硕健壮的大黑猫。几个人一合计，干脆把猫杀了剥皮，来一顿丰盛美味的夜宵。一拍即合的几个人找来铁丝，把猫的四肢牢牢捆住，然后老平从单位食堂里找来菜单，淋上冷水磨得飞快。这期间那只黑猫一直瑟瑟发抖着发出呜呜的哀鸣，直到老平手执利刃走到他跟前了，猫却突然不叫也不动了，只把一双黄色的大眼珠子一动不动，死死地看定了老平，目光阴冷寒煞，让老平心中一寒。然而老平当时血气方刚，不知轻重，一心光想着炖猫肉吃了。他手起刀落，挥舞着菜刀，一下下生生针下了黑猫的脑袋。黑猫发出惨绝人寰的嚎叫声，那血光飞溅的恐怖场景令在场的几个人终身难忘。在收拾清理内脏时，老平发现这只黑猫
竟已经有孕，腹中几只小猫才刚成型。炖上猫肉，清扫战场时，老平瞥见在黑猫被斩下的头上，那双黄眼睛犹自瞪视着他，看起来就像黑猫还活着一般。几十年光阴弹指即逝，老平他们本已淡忘了这段被尘封的往事，只是这些年来老平辗转，听说当年一起宰杀黑猫的几个年轻人，有一个在90几年就意外身亡了，还有一个头几年得癌症去世了，剩下的2个也是晚景凄凉，百病缠身。现在终于轮到我了，他这就是来找我寻仇的。老平长叹一声，感慨万端，众生平等，因果轮循，那些曾经欠下的业债和遭戕害的生灵，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失被冲淡湮灭。时辰一到，报应不爽，请订阅并发布通知。如果您有类似的经历，欢迎评论并分享您的经历。